华夏陆军烈焰大队接您回家。这一刻，邱国栋再也控制不住眼里的泪水。这个青年所说出来的每一个名词，对于他来说都是情感上的暴击。几年了，5年还是6年，都没有听过别人再叫过我的名字了。邱国栋声音发颤地说道，他的满口牙齿已经烂了一半了。苏无忌轻叹了一声，双手扶着邱国栋的肩膀说道，首长快7年了。显然在来到这里之前，他已经把那一架访问专机上数十人的名字和长相深深记在了脑子里。在见到邱国栋的第一眼，苏无忌便已经认出来了，哪怕对方的容貌变化已经很大，哪怕他的身上留下了那么多岁月和虐待的痕迹，可是那骨子里的军人内核还是始终没有抹去。继方兰霜之后，坠机案的第2人就这么在误打误撞之下找到了，双方差点擦肩而过，小庞当立头功。苏无忌忽然觉得，不管那个康妮到底有没有故意引导的嫌疑，起码在找到邱国栋这件事情上需要好好谢谢他。至于抽他耳光踹他屁股的事情，苏无忌是一点也不可能内疚的，大不了下次轻点抽轻点踹。邱国栋是华夏国内的信息战专家，年轻时曾在国防科技大学量子计算机实验室工作10余年。后来他主导建立了西北军区电子战对抗训练基地，曾参与长城 3.0 国家防火墙升级和天穹电子战系统研发，获得过军队科技进步特等奖。就连现在国防科技大学的信息战教材，还是邱国栋主导编写的。真正的国宝级人物。邱主任，我们回去。苏无忌说道，现在您在过去的几年里所经受的苦难都结束了。找到了方兰霜，找到了邱国栋，那么就意味着在那架专机上还有更多的人可能活下来。邱国栋狠狠抹了把泪水，他随后指了指这房间里的其他人，说道，这平房里的10几个人都是被俘虏来的，有2个是米国陆军的中校，那个黄头发的女人是以色列269特种部队的少校，还有一个是北韩特种部队的女教官，大部分人都是在维和时候失踪的。邱国栋逐一介绍着，有的人听到了他的话，但也仍旧表现得很麻木。由于常年受折磨，已经让他们的大脑和思维出现了混乱。但也有几个人在看到苏无忌前来救援之后，眼睛里则是迸发出了希望的光亮。请带我们出去。那个来自于北韩的女教官跪在苏无忌的面前，泪如雨下。求求你们了。苏无忌有些不忍，他身上就只有一件短裤和一件背心，衣不蔽体，身上的伤痕触目惊心。甚至苏无忌一开始还以为这北韩教官是个黑人，那黝黑的皮肤不只是赤道的毒辣日头所留下来的痕迹，还有伤痕落着伤痕所产生的暗沉。苏无忌摇了摇头说道，我会登记你们的身份信息，联系你们的国家来接人。放心吧，你们在地狱里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房间里已经有呜呜呜的哭声传来，这哭声还是压抑着的，似乎被关押的这些年来，他们即便是哭泣也不敢太大声。邱国栋抹了抹眼泪，终于立正，抬起颤抖的手，给苏无忌敬了一个军礼。这些年来暗无天日的生活已经让他变得麻木了，脑海里关于世界另外一端的故国记忆早已变得模糊。邱国栋本人都已经放弃了回国的希望，但幸运的是，国内的人们却始终还在念着他们。
而所有的希望都是面前这个青年带回来的。苏无忌立正，回了一个军礼。由于发现了邱国栋，苏无忌暂缓了前往阿德里安钻石矿的行程，而是在这里等待烈焰大队的到来。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这赤色巴尔组织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怎么就敢囚禁那么多强国的高级军官？邵永阳说道。我也有些搞不明白。苏无忌摇了摇头。这事儿特莫多也是听命令行事，还是得撬开伊文斯的嘴巴，才能知道沙溢佣兵团的真正目的。邵永阳随口扯道。这群家伙不会是特么的想要绑架全世界吧？苏无忌忽然想起自己老爸说起过的禁锢黑渊，眉头不禁皱了皱，随后说道：说不定和西方黑暗世界有关。邵永阳说道：你们那个黑暗世界水深得很，你以后要是再回去，得多当心一点。苏无忌摇了摇头，说道：我倒是希望这群人能找上我，起码能知道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岳冰凌并未参与讨论，他穿着一身迷彩服，撸起袖子，露出藕节一样的小臂，正在切菜煮饭，动作十分干脆利索。他已经把村落里的干净食材全部找来了，做了2锅杂烩粥。虽然只是放了些盐，可对于被囚禁在这里的10几个人而言，这已经是难言的美味了。平时他们吃的要么是发霉的食物，要么是那些赤色巴尔成员们的剩饭剩菜，和此时这香气扑鼻的杂烩粥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等饭做好了之后，岳冰凌给每人盛了一大碗，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大口往嘴里扒着。慢点吃吧，别烫着了。苏无忌说道。邱国栋也是喝了一大口粥，感受着粮食的浓郁香气，他的眼眶再度湿润了，感叹着说道：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当了好几年牲口，突然吃上了这样的饭，这种感觉很不真实，跟做梦一样。和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相比，烫嘴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了。苏无忌说道。邱主任，从坠机之后这些年来，您一直待在这边吗？我想知道所有的细节。邱国栋说道。坠机的细节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当时遇到了气流颠簸，飞行高度骤降，机舱里的大部分人都晕了过去。等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处在非洲武装组织的兵营里了，过了1年才被转移到了这个村子里。这个坠机的细节表述和方兰霜的回忆是一样的。苏无忌问道：之前那个武装组织的兵营也是属于赤色巴尔吗？邱国栋说道。不太清楚，因为他们的语言我也听不懂。康妮坐在一旁，岳冰凌也给他盛了一碗杂烩粥。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捧着碗，喝了一口，说道：好喝。岳冰凌没搭理他。苏无忌站在康妮的旁边，说道：我们找到的这位，是不是你曾经见过的那个华夏军官？康妮摇了摇头。不是，肯定不是。苏无忌说道。确定吗？康妮重重点头。你对我下手那么重，我当然不敢撒谎的。屁股被踹得到现还疼呢，就算是不用看也知道肯定轻了一大片。听到康妮的肯定回答，苏无忌明显有些振奋。他说道：康妮，只要找到那个人我就放了你。康妮立刻问道：如果找不到呢？毕竟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的，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他说的倒也是事实，就像此刻被囚禁在村子里的这10几个人一样。他们本来有30多人，但是由于生活条件太过于恶劣，医药和治疗方面完全为零，
往往一点小病就拖成了不治之症。这几年来已经陆陆续续死了近20个了。邱国栋他们在这里并不只是单纯的被囚禁，每天还要从事一些重体力、活体力消耗极大，营养又得不到及时补充，身体状况自然每况愈下。让苏无忌不解的是，赤色巴尔应该并不知道囚禁这些人是做什么的，而诸如伊文斯这样有决策权的人，似乎也没打算利用这些人质来大做文章。这是闲的吗？苏无忌看了康妮一眼，淡淡道：我还是那句话，找不到我就活剐了你哥哥。康妮忍不住的打了个寒战，眼泪都流进了碗里。苏无忌对一旁的邵永阳说道：永阳告诉万辉尘，烈焰大队全面出击，从东非到南非赤色巴尔组织的所有根据地，一个个的拔除掉。好，我去安排。邵永阳端着碗准备到一边打电话去了，只是临转身之前，他对岳冰凌说道：岳组长没看出来手艺不错，我以前还以为你十指不沾阳春水呢。岳冰凌没说话，对于这种夸奖他也懒得客套。邵永阳打完了电话回来，苏无忌已经去跟邱国栋聊天了，而岳冰凌正坐在康妮的旁边，显然在看守着对方。邵永阳说道：岳组长，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跟无忌没那么相配，你俩不合适。他还惦记着要为了江晚星而打散苏无忌跟岳冰凌之间的暧昧呢。岳冰凌没吭声，眼神平静。邵永阳说道：无忌的性子跳脱活跃，而你……他本想说不近人情，但想着岳冰凌这几天的表现，还是把这话咽了回去，道：感觉你俩没什么话聊，共同语言太少。你说的对。岳冰凌说道。这句赞同的话让邵永阳很是意外，他本来以为这位冰山格格会直接甩脸子不高兴呢，但岳冰凌的冰颜上却是一片平静，完全看不出半点生气的样子。邵永阳见状试探地问道：岳组长，我这么说你会不会有点不太爽？岳冰凌淡淡说道：无论是在认识小季之前还是之后，我都从来没在意过别人的眼光。停顿了一下，岳冰凌继续说道：所以邵副组长，你怎么想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邵永阳感觉到自己碰了一鼻子灰，对方压根刀枪不入。行吧，算我多嘴了啊。邵永阳拍了拍屁股上的灰，站起身来说道：反正我还是那个观点，我真的不太看好你俩以后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岳冰凌的眼神忽然一凛，他一把扯住了邵永阳的脚踝，用力一拉，砰！邵永阳结结实实的平摔在了地上。邵永阳刚想喊岳冰凌你报复我，可第一个字刚刚出口，一道狙击枪声便响起来了。当枪声响起，几乎是同时，邵永阳刚刚所站立位置的后方墙壁上就被打出了一个大窟窿，碎砖四溅。反器材狙击枪，如果不是岳冰凌拉了他这一把，邵永阳怕是肚子上要被开出来一个大洞了。而这一次，邵永阳也对岳冰凌的实力刮目相看。即便他当时猝不及防，但岳格格能够一把将自己拉得平摔在地，这妹子所展现出来的爆发力也是相当惊人了。怕是岳格格这些年来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苛，从来没放下过力量方面的日常训练。3点钟方向，
岳冰凌喊了一声，拉着康妮迅速退到了巷口墙壁下。邵永阳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匍匐到了一栋水泥房子的后面。他喊道：岳格格，谢了。我再也不拆散你和无忌了。苏无忌的身形已经爆射了出去，他沿着破败的巷子一路迂回，速度极快，犹如鬼魅。那个狙击手开了一枪之后，见到并未命中目标，便没有再开第二枪，而是想要换个更加合适的狙击位。在这个过程里，他压根没注意到有一个年轻的身形已经迂回了一大圈，包抄到了他的附近。这个狙击手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正准备趴下呢，结果一道冰冷的声音已经在他的身后响起：举手投降，不然打爆你的脑袋。一支枪管已经结结实实地顶在了他的后脑勺上了。这个狙击手立刻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自以为潜伏得很好，可刚刚开枪的时候就已经被对方发现，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子弹，现在居然被人又无声无息地摸到了自己的背后。这是一群什么样的怪胎？战斗力为何如此强悍？然而这个狙击手就只迟疑了2秒钟，那顶在后脑勺的枪口便已经陡然偏移。砰！这枪声几乎是在他的耳边响起。这家伙立刻身躯剧颤，控制不住地发出了惨叫声。苏无忌根本没有给他留半分耐心，敢不配合就直接开枪。此时这狙击手的右边肩膀已经被子弹穿透，血流如注，再也没法扣下扳机了。苏无忌随后抬起脚来，重重地踩在对方的枪伤之上，脚底发力碾压，那狙击手疼得五官都要变形了，眼前一阵阵的发黑。跟了我们多久了？苏无忌眯着眼睛冷冷问道。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对于判定某个人的真实身份很有帮助。我没有跟着你们，真的没跟着。这狙击手艰难地说道。你没跟着？苏无忌冷笑着问道。胆敢说谎，下一发子弹就打爆你的脑袋。我是这个村子里的狙击手，最近几天去了附近的城市交易武器，这才刚刚回来，然后就发现村子里的人竟然全部都死光了。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狙击手的声音明显有些发颤。你一直住在这个村子里？苏无忌问道。是啊，这就是我们赤色巴尔的秘密据点，其实也不算秘密，普勒尼亚政府军也知道这儿，但他们的某个将军收了我们不少钱，就一直对此假装不知道。这狙击手继续说道。以非洲绝大多数政府的腐败程度来说，这句话似乎已经接近真相了。我都还没有问你呢，你就已经着急地说了那么多，是不是怕我问到某个更关键的问题？苏无忌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嘲讽之意。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到苏无忌的这句话之后，这个狙击手的心中涌出了一股不太妙的预感。我怕你再开枪，是无人呢。这狙击手连忙说道。他是个黑人，看起来30岁的样子，浑身的肌肉线条非常明显，手指握枪的地方有着厚厚的老茧，显然经过了长期并且专业的训练。而手边的这支近乎全新的巴雷特反器材狙击枪，看起来可明显比这村子里武装人员的装备高出了一个档次。苏无忌说道。好，那你来告诉我，你住在这村子里的哪一间房？这黑人抬手指了指，说道。就是那一间灰色的砖房，我是狙击手，地位高，住的条件也比其他人要好一些。苏无忌说道。小庞去100米外的灰色砖房里，到了之后回话。很快，小庞的声音
在通讯器里响起来。老板，我到了。好，你现在告诉我房间里面有什么？苏无忌一脚踩住了那个狙击手的肩膀。一张木板床，一台电视，一个沙发。狙击手紧绷着，脸上全是汗水。苏无忌，沙发是什么颜色的？狙击手道。灰色的。算你答对了。苏无忌松开了脚，这狙击手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然而苏无忌却直接把他的双手反靠在身后，拎起对方的巴雷特狙击枪，道：跟我走。这狙击手站起身，跟着苏无忌来到了康妮的旁边。康妮看了他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似乎压根就不认识此人。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俘虏。苏无忌抬脚踹了狙击手的肩膀一下，道：叫什么名字？狙击手忍着疼闷声说道：加尔斯。苏无忌迷彩服上的某个纽扣正默默记录着眼前的一切。这狙击手的长相已经通过这颗纽扣传到了大洋彼岸。邵永阳看了看那一支大口径的巴雷特狙击枪，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这次多亏了岳组长了，不然我真是要被这家伙一枪给打成仰劫了。岳冰凌的冰颜之上面无表情，淡淡说道：我是巧合之下才看到了瞄准镜的反光，似乎这救人的大功对于他来说完全是顺手而为之罢了。邵永阳又看了看瞄准镜，还好这镜子上面没做伪装。那啥，说着他挠了挠后脑勺，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皮怎么扭捏起来了？苏无忌问道。邵永阳说道：我刚刚对岳哥哥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他居然还愿意救我，我祝你俩百年好合，生10个大胖小子。这家伙这么快就转换了立场了。岳冰凌听了，俏脸之上似乎仍旧没有任何的波动，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他那微微抿着的唇角线条似乎柔和了半分。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丫的对小玲玲说什么了？邵永阳嘿嘿笑道：我说你俩超级般配，天造地设，上辈子肯定就是夫妻，最好今天晚上就入洞房。岳冰凌微微垂眸，冰眸中已是眼光潋滟。而苏无忌的一道声音却把走神的岳冰凌拉回了现实。他指了指康妮，说道：小玲玲，你再去给我抽她一耳光。康妮立刻怔住了，她的眼眶里瞬间充满了委屈的泪水。为什么还要打我呀？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们怎么就打个没完了？岳冰凌站了起来，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什么都没说。他虽然并未开口询问，但眼神里还是带着些许征询的意味。苏无忌点了点头，于是得到了肯定答复的岳冰凌便毫不迟疑地转身来到了康妮的面前，把右手抬了起来。康妮愤怒地喊道：为什么要打我？你们发现了人质，我还有功呢。你们华夏人这是恩将仇报。岳冰凌正要打耳光，邵永阳却站到了他的旁边，说道：嘿，这活还是让我来吧，我手重。话音落下，邵永阳的手掌便狠狠落在了康妮的脸上。这一巴掌的力量着实不小，后者直接被打得身子一歪，扑倒在地。那名叫贾尔斯的狙击手见到这情景，眼光狠狠一颤，拳头本能地握了起来。而这时候，小庞还站在之前那个灰色的砖房里，看着满屋子的健身器材，自言自语：这里没有床，也没有沙发，老板这是怎么了？大洋彼岸，穿着灰色西装的海伦娜
正在米国首都的某间秘密会议室里开着会。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几名身穿陆军和海军军装的将军，其中军衔最高的将领是上将，他是目前米国陆军的副总司令多诺万。而海军方面也来了一名中将，2名少将。在这些将领的对面坐着的是几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这是 CIA 的高层，其中一个留着棕色络腮胡的男人就是之前要重用海伦娜的中情局副局长张伯伦。在会议桌的另外一侧坐着的是身穿灰色制服的黑水公司高层。毕竟军方和 CIA 的很多战略计划都需要黑水去推动和落实。这次会议的出席者们简直是无比豪华的阵容，而海伦娜能够进入这间会议室参会，就意味着她已经坐着火箭升职了，真正成为了黑水的实权人物。对于海伦娜来说，2个月前还在华夏差点被那位复仇组长塔拉出卖，现在就已经能够参与最高决策的讨论，简直像是做梦一样。负责主持会议的张伯伦说道：各位，关于这次德弗兰西岛之战的总结就暂且进行到这里。由于海伦娜小姐表现优异，我提议对她进行。然而这时候，一个陆军上校猛然打开会议室的门，快步跑了进来，显得上气不接下气。对于这次保密级别极高的会议来说，这种冒冒失失的行为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多诺万上将的眉头一皱，正要呵斥，就见到这陆军上校猛然一个立正敬礼，无比激动地说道：驻普勒尼亚大使馆传来消息，失踪6年的三角洲部队克莱中校、海军陆战队斯蒂文斯中校以及 CIA 的高级特工罗德里格斯全部被华夏方面找到了。当这几个名字被说出来之后，会议室里瞬间变得一片寂静，落针可闻。在短暂的沉默过后，海伦娜的眼睛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我的上帝，这是真的吗？她忍不住地率先出声。三角洲部队的克莱中校是他的老战友了，2人曾在一个行动组共事了好几年。多诺万上将的呼吸明显粗重了许多。这几名成员都是在参加维和任务的时候失踪的，米军后来曾多方寻找，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一直没有确认他们死亡，而是归为了失踪一列。失踪就意味着还有希望。在米军的晋升流程里，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凡是去参加维和任务的，回来之后一定会提拔。而克莱和斯蒂文斯都已经被内定为了三角洲和海军陆战队的未来领军人物之一。他们的失踪对米国2大精英部队的影响是极大的。而那位 CIA 高级特工罗德里格斯，如果当年不出事的话，现在或许已经坐在中情局副局长的位置上了。这些年来，米军方面在世界各地失踪的人数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光是在赤色巴尔村庄的那间平房里，还有4、5个人已经神经错乱，浑浑噩噩，苏无忌从他们的嘴巴里问不出任何东西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米国军官。远在非洲大陆的命运齿轮无声转动，太多人的一生都被改变了。多诺万上将知道失踪人员归来对于这2年士气低落的米军来说究竟有多么的重要。他调整了一下呼吸，才问道：消息属实吗？是谁发现了他们？华夏陆军特种部队。这名冲进来的陆军上校激动地说道：据说他们在追查数年前的华夏军方专机坠落一案时，发现了被囚禁的人质，
其中就有一名当年失踪的华夏高级军官。听了这句话，多诺万明显非常意外。那架失踪的专机有消息了。当年江秉辰的专机失踪一案，大部分普通人是不知道的，但却震撼了世界军界。多诺万自然十分了解，他当年甚至协调海军派遣工作组帮忙搜救。而海伦娜的眼睛则是猛然一亮，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的他已经隐隐有种预感，这件事情可能和那个用金手指帮助自己升职的华夏青年有关。多诺万的神情空前严肃了起来。我们这些年来还有很多军官牺牲在了非洲战场，但其中一部分并没有找到遗体。既然发现了克莱和斯蒂文斯，是不是意味着还有更多的人有可能被解救？那名海军中将起身说道：海军陆战队起码还有5人失踪，生死不明。安排特种部队前往非洲，配合华夏方面联合作战。多诺万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军装，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亲自前往。是。会议室里几名将军齐齐立正敬礼，群情激昂。多诺万随后又说道：张伯伦，你们 CIA 想方设法搞清楚是谁找到了失踪的英雄们，军方必须重谢。张伯伦正色说道：将军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等军方的将领们全部走出去之后，海伦娜主动请缨道：黑水方面由我来带行动组去非洲吧。张伯伦说道：海伦娜，你刚刚结束了德弗兰西岛之行，不需要休整一下吗？海伦娜说道：完全没有必要休息，我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正处于巅峰。张伯伦点了点头。海伦娜又说道：而且我建议陆军方面继续安排三角洲部队前往非洲作战。我上次在德弗兰西岛和阿德巴约上校的配合非常愉快。事实上，上次战斗一开始，阿德巴约上校表现得非常强势，结果遇到了更加强势的苏无忌，才变成了听话的小猫。张伯伦说道：三角洲在德弗兰西岛损失惨重，阿德巴约当年曾在非洲严重失利，军方是否安排他前往，我并不方便干涉。停顿了一下，他看了看会议室里的其他几名黑水公司高层，说道：你们先走，我单独和海伦娜说几句。这几个高层都知道张伯伦局长最近比较看重海伦娜，但听到对方在这种场合下还要和海伦娜私聊，甚至为此还支开了黑水的所有高层，一个个不禁都很是惊讶。他们皆是本能地开始在内心中重新评判两人的关系了。等其他人都离开，张伯伦才看了看海伦娜，问道：你和苏的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这个问题转得有点生硬和突然。海伦娜愣了一下，随后说道：目前关系挺深的了。张伯伦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他的潜台词，说道：还不够深，继续加深。是。海伦娜实在不知道这位 CIA 的实权大佬为什么这么推崇苏无忌，她忍不住地问道：局长先生，我想问问。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你没必要知道答案。张伯伦似乎懒得多做解释。你已经尝到了和他加深关系所带来的好处，那就不妨继续这么做，当然得在你愿意的前提下。海伦娜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画面，那张性感的面庞微不可察地热了几分，说道：谢谢局长先生提点，我非常愿意。张伯伦点点头，说道：好，那你去准备吧。这次非洲行动，黑水公司里所有洲际行动组的精锐成员任你挑选。这话是我说的，
你们董事长会同意的。听了这句话，海伦娜的神情一震，立刻立正，抬手敬了个礼。张伯伦摆了摆手，道：去吧。他随后把自己的秘书叫进来，说道：安排一下，我亲自带队赶赴非洲，迎接高级特工罗德里格斯的归来。这位秘书听了，脸上止不住地涌出了震惊。因为张伯伦自从成为第一副局长之后，绝大部分时间都隐身于 CIA 的庞大阴影之中，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了。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部同样处在欢腾之中，他们准备派出整个269部队去迎接那位失踪数年的女教官。法兰西、英伦甚至北韩皆是如此。当然，最兴奋的当属华夏。首都军区司令部邵飞虎已经接到了消息，说道：无忌这小子干得漂亮，立刻安排一架专机把国栋接回来。旁边的第一集团军军长王经天说道：无忌真是咱们的福将，只要出马，从来就没有失利的时候，每次都能带回好消息。真不知道该怎么嘉奖这小子了。邵飞虎说道：上次刚刚给他升了中校，这次直接提成上校，会不会有点太快？嘴上虽然这样讲，可看他脸上的表情，明显觉得还太慢了。王经天笑道：特殊人才，特事特办嘛，就凭无忌找回邱国栋，相当于把咱们国家的信息战水平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就凭这个大功，怎么嘉奖都不为过了。邵飞虎笑道：其实我甚至都想直接给这小子弄个少将的，干脆和你平级算了。王经天的心情极好：那我可不会有半点意见，我在和这小子同龄的时候，可远没有他这么优秀。当然，两人也只是这么一说，毕竟那位年轻兵王苏安邦目前还是上校呢。邵飞虎似乎已经看到了苏家一门双少将的场面，笑道：早晚的事儿，说不定无忌这小子还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随着邱国栋被找到的消息传开，喜悦和希冀开始弥漫整个首都军区。这就意味着其他失踪的高级军官也有可能回来。此时正处于非洲的苏无忌已经让华夏大使馆来人，把发现的10几名人质全部带走了。烈焰大队安排了一支中队全程护送。至于工作组接下来与各国之间的对接工作，苏无忌本想让岳冰凌负责，但后者执意要留下和他并肩作战，于是只能安排邵永阳手下的2名国安特工去做这件事情。苏无忌一行人带着人质康尼继续前往阿德里安钻石矿山，而那个名叫贾尔斯的狙击手已经被打晕过去，和特莫多一起丢在了后备箱里。这一路上，康尼的心情都明显不怎么好，始终默默流着眼泪，不讲话，也不再抗议了。似乎邵永阳那重重的一耳光已经扇碎了他的所有自尊。非洲的路况不好，又开了整整半天的时间，直至深夜，他们才到达了矿山的所在位置。还好，这一路上都没有再遇到赤色巴尔的武装成员。苏无忌对通讯器说道：老万，你带着人在附近警戒，我进去探一探情况。烈焰大队起码来了20人，只是他们并未在苏无忌的车子后面紧跟，而是加速提前抵达了矿山附近。岳冰凌说道：我跟你一起。苏无忌看了看他，说道：冰凌，你还要领导特别工作组，我让小庞留在你身边，永阳在外围策应我。岳冰凌说道：你一个人进去。我带着康尼。听了这句话，
康妮的眼光猛然一颤，似乎没想到苏无忌会这么做。苏无忌瞥了瞥他那红肿的脸颊，冷笑道：怎么不愿意？我……康妮结结巴巴地说道：你带我进矿山，不怕我当场报警吗？苏无忌嘲讽一笑：你要是敢这么做，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华夏男人的风采。康妮想起了身材高大的小庞，忍不住地打了个冷颤。而岳冰凌对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要是以他以往的风格，听到别人说出这种话来，8成事后要写进总结报告里了。平心而论，这个康妮的颜值真的挺高的，虽然年纪不大，但却不像同龄的宋之瑜看起来那么娇那么嫩，而是更加成熟和性感，甚至骨子里还带着一股隐隐约约的非洲野性之美。听了苏无忌的话，康妮泫然欲泣。我知道，我幸亏是落在了华夏人的手里，要是换成其他雇佣兵，可能我的清白早就保不住了。少在这里给我装可怜。苏无忌说着，一把将他拉下了车，一路朝着矿山行去，身形渐渐隐入黑夜中。看着这两人的背影，邵永阳笑道：他俩看起来还挺般配的，这丫头一看就能生儿子。话一出口，他便感觉到旁边某人的眼光已然变得稍冷一分。可，岳组长，我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邵永阳立刻解释道：在我心里，你和无忌才是最般配的。岳冰凌没搭理这句话，反而问道：永阳，你觉得小季为什么要在这种关头带上康妮？其实以往岳冰凌在称呼邵永阳的时候都是喊他邵副组长，这一次却跟苏无忌一样喊了永阳，这让邵永阳非常意外，似乎这种称呼代表着他认可并主动接受了自己某种身份的转变。邵永阳笑着说道：弟妹无忌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之所以带上这个丫头，肯定不是为了跟他生儿子去的。主要是对方也转变了对他的称呼，这让岳格格有些猝不及防，但丝毫不反感。哈，我开玩笑的。邵永阳笑道：无忌这么做8成是因为这丫头可能认识钻石矿山的路。岳冰凌的眉头微微一皱，他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从那个狙击手被活捉之后，他就始终观察着康妮的表情，虽然后者并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可岳格格总觉得这丫头是在故意掩盖着什么。苏无忌此时紧紧拉着康妮的手，走在阴影里说道：接下来最好老实一点，不要耍任何的花样。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带上我。康妮似乎有些紧绷，说道：在这里我真的帮不上你的忙。此时远处的矿山正在月光下露出朦胧的轮廓，似乎像是一只沉睡的远古凶兽。在来到这里的路上，苏无忌已经在网络上提前查了一些阿德里安钻石矿的信息，可是这个矿山始终处于赤色巴尔组织的控制之下，防御非常严密，连兰斯尼亚的政府军都打不下来。除了航拍到的4-5个矿坑之外，并不能查到太多有价值的信息。苏无忌呵呵一笑：那就帮我泄泄火，这点小事想必你还是能做到的。康妮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我相信你们华夏特种兵肯定都不是这种人。苏无忌站定了脚步，表情中带着嘲讽，盯着康妮的眼睛问道：都是男人罢了，对了，前面该怎么走？康妮说道：我不知道啊，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哦，原来你也是第一次来啊，
那咱们俩先歇歇，不往前走了。苏无忌说着，居然拉着小康妮在一个土坑里坐了下来，单手搂住了对方的腰。他的手臂搂得挺紧的，两人的身体算是半贴在了一起。这个动作着实是有些暧昧了。康妮的身体明显紧绷了起来。苏无忌似乎并不着急进入矿山查看情况，反而开始了闲聊。在你们的那所大学里，你应该也能算得上是校花了吧？康妮点点头，但嘴上还是说道：你能不能把手松开？苏无忌继续问道：在那校园里爱慕你的男生应该有不少吧？他的手顺势撩起了对方的 T 恤下摆，紧紧地贴在了他小腹处的肌肤上，手指随时都能探进牛仔裤的腰带里。你……康妮的眼眶都红了，说道：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苏无忌微笑着说道：这里月黑风高又没有其他人，我对你做什么应该都没人知道。其实这个位置距离矿山起码还有2公里的路程，就算是康妮大声喊，估计矿山守卫也不可能听得见。康妮的声音发颤：你到底想从我什么拿到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就算你现在把我给睡了，我也提供不了你想要的任何信息。苏无忌搂着他，淡淡一笑：那个叫贾尔斯的狙击手，你认得他吗？康妮摇了摇头：不认得。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永阳那一巴掌打得不亏。苏无忌的手指并没有继续向下，而是在康妮的腰间摩挲着。他的真名叫做扎卡里亚斯，曾经在法兰西外籍兵团待过近10年，后来被雇佣到了非洲，据说是为了当地军阀服务。康妮说道：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苏无忌没有回答，他的右手挑起了康妮的下巴，两人距离极近，说道：小康妮，你来说说，这么一个精锐佣兵为什么会出现在赤色巴尔的村子里？康妮深呼吸着：也许他就是被赤色巴尔所雇佣的。苏无忌笑了笑：雇佣他做什么？雇佣他保护这个组织的重要人物？有可能。康妮说道。苏无忌微微一笑：即便我现在把你给睡了，你也不愿意说出你到底是谁。康妮打了个哆嗦，她抱着苏无忌：求求你，不要这么对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被一个身材这么好的年轻姑娘抱着，苏无忌的眼神却无比清明。他摇头笑了笑：其实你这一路上还算比较老实，除了把我带进赤色巴尔的根据地之外，并没有给我整出太多的幺蛾子来。康妮说道：我一直都非常配合的，我只是个大学生而已，你就算是跟我睡了觉，我也没法给你提供任何情报的。演技挺好的。苏无忌捏着这妹子的下巴：是不是连你那位好哥哥都不知道你才是整个赤色巴尔的灵魂人物？康妮打了个哆嗦，那大眼睛里浮现出了强烈的难以置信之色。我真的听不懂，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别装了，我对折磨女人不感兴趣，更懒得跟你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苏无忌把手从康妮的小肚子上拿开，说道：你要是配合一点，我就不再考验人性了，不然我保证今天将会成为你人生里最黑暗的一天。康妮死死咬住了嘴唇，眼光里的纠结已经非常明显了。苏无忌淡淡说道：收起你所有搞事的想法，待我找到你认识的所有华夏人质，我可以对之前的事情既往不咎。康妮深吸了一口气，她站起身来，似乎下了某个决心，眼睛里的怯懦之意居然消失了，泪水也在渐渐褪去，表情上已经连半点委屈都看不见了。如果不是这眼眶还红着，真的很难让人想象出来，他在半分钟之前居然还在泪水横流，
我的确是个大学生，明年也确实要去华夏留学，这并没有骗你们。康妮说道。只是我哥哥常年是那沙溢佣兵团，只是挂着赤色巴尔副总指挥的虚职，他确实不清楚我这2年做了什么。苏无忌问道。你这2年做了什么？康妮说道。我让那位名义上的总指挥成为了我的傀儡。这话听起来已经很难了，可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是，当康妮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16岁，所以那个被苏无忌俘虏的狙击手根本不是生活在村子里的武装人员，而是专职保护康妮的。果然，这个18岁的女孩真的是赤色巴尔的灵魂人物。苏无忌的猜测完全没错。苏无忌呵呵一笑。看不出来挺厉害呀。康妮说道。其实非洲这种武装组织的人员素质普遍不高，想要办成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我之所以从来不在台前亮相，是因为我的女人身份会成为我的累赘。在这一片混乱的土地上长得太漂亮，本身就意味着危险。苏无忌嘲讽地说道。你要是早这样坦白，就不用挨那几巴掌了。我经常对赤色巴尔远程发号施令，我哥哥特莫多对这个组织的控制力度远没有我强。说到这里，康妮的眼睛里再度浮现出了一抹难以置信。连他都猜不到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瞒过你呢？因为我父亲曾经吃过这样的亏。苏无忌没有详细解释，而是说道。我还是那句话，待我找到所有的华夏人质，我可以对你之前把我带到赤色巴尔根据地的事情既往不咎。康妮说道。可是你的烈焰大队现在还在全方位进攻赤色巴尔所有分部，这简直是一场围猎。苏无忌笑了笑。你有和我谈判的资格吗？康妮看到了他的笑容，心中瞬间没了底气。他根本说不上来为什么，这个青年明明没有比自己大几岁，可他那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自己从未在其他人的身上体会到过。康妮说道。还有一件事，我没骗你。这你也……苏无忌说道。我远在南非读书，之前从来没来过这个矿坑，这里的守卫也不可能认识我。康妮说道。你带我来并没有用处。苏无忌呵呵一笑。这还不简单，那就联系那位傀儡总指挥，让他派车来接我们。康妮听了点点头。好，我现在就联系。苏无忌把自己的手机交给他，后者当面打了2分钟电话，才说道。好了，他们会来接我们进去。苏无忌问道。用什么身份？康妮说道。总部来人视察，我是总指挥的特使，你是我的助理。苏无忌闻言，看着前方的矿山，笑了笑，没多说什么，手却放在了腰间的紫色软件上。几分钟后，2台越野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康妮从土坑里走出来，站在路边挥了挥手。车子停下，几个全副武装的赤色巴尔成员跳下来，毕恭毕敬地说道。康妮小姐，总指挥大人让我们来负责接待您，请2位上车吧。康妮点点头，竟是主动拉起了苏无忌的手，坐上了车子的后排。的确，从外表上来看，这2人真的像是一对很般配的大学生情侣。那几个武装人员也完全没有任何的怀疑。越野车离开之后，一阵狂风呼起，沙尘漫卷。而就在他们刚刚待过的土坑里，坑底的沙土被吹走了一层，露出了底部的岩石。月光洒下，照出了一块石头上的刻字。这刻字明显有些岁月的痕迹了，斑驳、模糊，透着沧桑的味道。这不是英文，而是兰斯尼亚的传统文字，
翻译成华夏语的意思大概是禁锢黑渊。18岁，就算是再妖孽，也终究受到年龄的局限。这是苏无忌对康妮这一类人的统一评价，也包括他自己。回想起自己16岁到18岁的那个阶段，苏无忌觉得，虽然自己那个时候的脑子也挺好用的，鬼主意多得要命，但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却决定了所有操作的上限。而这个始终偏居非洲一隅的康妮更是如此。这丫头以为自己机关算尽，但是在苏无忌看来，这世界的成年人其实并不好对付。虽然康妮交代了她的身份，但苏无忌并没有完全信任这个心思深沉的小丫头。一旦对方准备整出什么幺蛾子来，苏无忌还是会第一时间把紫色软剑插进她的胸口。坐在后排，苏无忌发现这矿山外围的路颇为平坦，一点都不颠簸，和非洲其他的矿区截然不同。康妮小姐，您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吗？开车的一名武装人员问道。康妮说道：是的，我受总指挥的指派，专程来到阿德里安，考察钻石矿的情况。苏无忌打量着这些武装人员的武器，清一色的米式装备，绝对比自己遇到的那些普通的赤色巴尔成员高出了一个大档次。好的，这名武装人员说道。我叫马蒂比迪，负责全程陪同康妮小姐和您的朋友。说到这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从后视镜里看了看苏无忌和康妮拉在一起的手，说道：请问要给康妮小姐和您的朋友安排一间房还是2间？苏无忌没吭声，而是抬起手来又搂住了康妮的小腰。康妮则是看了他一眼，随后说道：住同一间就可以了，我们的关系应该也能看得出来。这丫头还是聪明的，知道苏无忌要什么样的答案。如果真的开口要2间房分开住，那么就说明自己有别的心思了。好的。这武装人员应了一声，便开着车驶进了矿区的大门。这一片矿区的面积着实不小，6个矿坑皆是灯火通明，依然可以远远看到很多赤着上身的劳工在熬夜挖掘着，而每一个劳工竟是都带着脚镣。这马蒂比迪说道：由于康妮小姐到达的时间太晚了，我们的矿区负责人诺姆维特先生正在从最近的城市赶来，应该明天上午可以到达，所以请2位好好休息，矿区条件艰苦。说是条件艰苦，其实这矿区的管理层和武装人员都住在矿山旁边的一栋5层水泥公寓楼里，住宿条件可比之前村里的那些武装人员好多了。而那些开采钻石的工人则是睡在矿场另外一侧的活动板房里，里面都是大通铺，蚊虫肆虐，脏乱差到了极点，连上下铺的单人床都是奢侈品。这马蒂比迪带着苏无忌和康妮一路来到了5楼，打开了其中的一间房，说道：这里是我们条件最好的房间了，2位早点休息，我就不多打扰了。说完，他敬了个礼，便转身走出去了。苏无忌始终搂着康妮的小蛮腰，看起来如胶似漆的，等把房门关上之后才将之松开。这是搂了一路，对方的腰间肌肤上都被苏无忌的掌心给捂热了。苏无忌进门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个直径2厘米的长方形小设备，按了一下，设备立刻射出红光。他拿着这个小设备，对着房间每个角落都照了一遍。找什么呢？康妮问道。苏无忌说道：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康妮说道：我是总指挥的特使，他们不会在房间里布置窃听器和偷拍设备的，甚至
以矿区的艰苦条件，我都不认为这里有这种东西。这个18岁的姑娘似乎很自信于自己对于整个赤色巴尔的掌控力。矿区工人的条件艰苦，但别忘了，你们这帮管理者可是用钻石来赚钱的。苏无忌冷笑了2声，手里的小设备随后滴滴轻响了2下。康妮的面色微微一变，苏无忌抬手指向插座。他凑过去一看，眼神顿时冷了许多，因为在正对着床的插座里正有着微弱的红光闪现。也就是说，苏无忌和康妮在床上做任何事情都会被拍下来。这房间不算大，只有一张1.5米宽的铁架床，一张简易的双人沙发，水泥地面，里面还有一个卫生间，有马桶和淋浴，整体还算干净。苏无忌没动床头的摄像头，又检查了一遍卫生间，果然洗手台上方的插座里又找到了一个。也就是说，如果康妮洗完了澡，光着身子照镜子就会被全部拍下来。康妮的面色已经非常难看了，但苏无忌并没有太多的反应。对他而言，这已经是很老的套路了。钟其奈美之前还是甲贺流的最强级战力呢，他房间里的摄像头可是现在的好几倍。他看了看康妮，说道：拆与不拆你来决定。拆了，无异于打草惊蛇了；要是不拆，就可以演戏给对方看。其实苏无忌的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但还是想看一看对方面对此事的真实反应。康妮想了想，摇了摇头，做了个口型：不拆。苏无忌扬了扬手里白色小方块，说道：不用做口型啊，只是摄像头而已。如果有窃听器，我的设备会多一种报警形式的。亲爱的，我先洗个澡。康妮站在镜子前，把眉骨的破口贴上防水创可贴，说话的声音着实不小。虽然这房间里只有摄像头，没有窃听器，但他可不确定是不是隔墙有耳，说话之时还是要很慎重才行。苏无忌从后面双手搂住了他的纤腰，笑呵呵地说道：亲爱的，我其实可以陪你一起洗的。虽然是做戏，可小康妮的后曲线本来就翘得不行，这种紧密相贴让苏无忌着实有点不太淡定。年轻真好，真弹。其实苏无忌还挺佩服这康妮的心理素质。自己杀了赤色巴尔那么多人，简直把整个村子都给屠了，怕是这丫头心里已经把自己恨得要死了，但表面上被自己搂着，依旧能够不动声色，甚至当着摄像镜头还能做出享受的神情来。那我还是自己洗吧。康妮转过身，抱着苏无忌的脖子，娇声说道：要是和你一起洗，还不知道得洗多久呢。不行，就得一起洗。苏无忌说道。说着，他不由分说的直接脱掉了康妮的上衣，健康又白皙的线条全部暴露出来。在灯光下，皮肤上那些细小的绒毛全都能看得清楚。这一刻，康妮的眼底闪过了一抹意外和提防。通过这1天多以来的接触，他觉得苏无忌并不是那种见色起意的人。难道说憋到了晚上，终于按耐不住了？这家伙会不会继续脱掉他其他的衣服？苏无忌当着摄像头的面脱去了康妮的上衣，没动贴身衣物一下，随后将他推到了一旁的淋浴间，打开了水龙头，道：来一起洗。他随后转过身，并没有多看康妮一眼。康妮大概明白苏无忌应该还是在迷惑对方，于是在淋浴旁边缓缓脱去衣服，把裤子和贴身衣物递给了背对着自己的男人。帮我放一下。
苏无忌拿过来，随手放在旁边的洗手台上，都没兴趣看一眼。都穿了1-2天了，满是汗味和体味儿，说不定还有不少大肠杆菌。他实在不理解，那些在网上专门高价买这种衣服回来闻的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康妮洗完了澡，围着浴巾走了出来，站在洗手台前，把自己的衣物全都洗了。苏无忌一边冲着澡一边说道：你都洗了一会儿，穿什么？康妮说道：我无法忍受当天不换衣服，兰斯尼亚空气干燥，明天睡醒衣服就干了。说着，他还要把苏无忌的衣服拿过来洗了。后者立刻喊道：你别动我的。他等到半夜还得穿出门呢。康妮说道：那我只给你洗贴身的衣服。说完，他把苏无忌的裤衩子混在自己的衣服里一起洗了。苏无忌都不知道这行为到底是不是故意的。他洗完了澡，擦了擦身上，只能用浴巾遮着身体，先上了床。而康妮则是找了一根绳子，在床头扯好，把衣服全部晾了上去，垂下来的外裤正好挡住了摄像头。苏无忌见状，竖了个大拇指。康妮随后围着浴巾上了床，跟苏无忌并排躺在了一起。由于这张床也就1.5米宽，所以两人现在挨得很近，几乎是肌肤相贴了。你接下来什么计划？康妮趴在苏无忌的耳边轻声问道。苏无忌这次表现得一点都不被动，他直接伸手搂着康妮的光洁肩膀，笑呵呵地说道：我的计划为什么告诉你？这么一搂，他的胸肌便清楚地感受到了小康妮的身材，确实很成规模，和东亚大部分的18岁少女可不太一样。康妮说道：我建议等这里的矿区负责人诺姆维特明天到了，先带着我们去参观一下，然后再做决定。苏无忌说道：先睡觉，我半夜再出去看看。随后他把康妮从自己的怀里推出去，翻过身，背对着他闭上了眼睛。很快便传来了轻微的鼾声。康妮似乎全无睡意，他盯着苏无忌的后脖梗看了好一会儿，眼中隐现纠结，似乎迟迟做不了某个决定。苏无忌的声音忽然响起来：我劝你不要打这个主意。第一，你不是我的对手；第二，我如果死了，你独自一人肯定没法活着离开矿区。康妮的心中慌了一下，连忙说道：不，我没有想杀你。苏无忌淡淡说道：相信我，那个被你当作傀儡的总指挥可能早就想要把你丢到矿坑里活埋了。好，我听你的。康妮莫名觉得有些脊背发寒，于是轻轻伸出手，从后面抱住了苏无忌，把手贴在对方的胸口，似乎这样能让自己安心。于是这姑娘明显感觉到身边男人的身体明显紧绷了一下。也许是由于太累了，苏无忌真的沉沉睡去，并且在半夜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了自己和江晚星共同经历的那个醉人夜晚，星光满溢，海波荡漾，流光旖旎，唇齿留香。苏无忌觉得自己似乎身临其境，简直是无比真实的梦境。